我在 YouTube 上好像没看到这款机箱的影片，这是首发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 今天来分享一下上次组电脑用的机箱 TechWare Nexus Air M2。想看我组电脑的过程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。这台机箱我买的颜色是黑色，当时是145块马币入手。会买 Nexus Air M2 主要是在之前我就已经买过他们家的 Nexus M 这款。Nexus M 整体的感觉很不错，所以才会买现在这款机箱。Nexus M 之后会再做一支影片来聊。先介绍一下这台机箱的基本信息吧。机箱的外观给我的感觉是比较低调的。机箱的体积是长350、宽200、高390mm。机箱的正面是直接一大块网状的面板，可以安装2颗120或者是140mm的风扇。机箱原本就已经附送，并且安装好2颗120mm 5RGB 3pin的风扇。前面面板可以直接拆卸下来，水洗很方便。水洗后记得要擦干哦。机箱正上方有一些很基本的 I/O 和按键，一个开机键，一个重启键，一个电源指示灯，一个硬盘指示灯，2个 USB 3.0 接口，一个麦克风和一个耳机各独立的接口。另外，顶部也可以加装2颗120mm 的风扇。机箱左侧是整块钢化玻璃，机箱底部也有一个凹槽设计，方便打开钢化玻璃。要卸下钢化玻璃，也可以直接往上提，就可以轻松拿下。机箱后面支持1颗120mm 的风扇，原厂就已经安装好了1颗120mm 5RGB 3pin 风扇。同时 PCIe 最多支持4个扩充。机箱底部有为电源设计的进风孔，也有附送防尘网。外观看完后，我们就往内部看吧。机箱支持 ITX 和 Micro ATX 规格的主板 ，CPU 散热器支持最高165mm，和显示卡支持最长300mm。主板托盘的背后可以独立安装1颗2.5英寸的 SSD 或者是硬盘。另外，在机箱内底部有一个可拆卸的支架，可以再加装2颗2.5或者是3.5英寸的 SSD 或者是硬盘。电源安装的位置也是在底部，与硬盘支架共享同一个空间，标准的 ATX 电源都能安装。介绍就说到这里，接下来就是我使用体验的分享。机箱正面的网状面板可以确保进风量，但同时也是灰尘最好的入口。原厂没有设计防尘网，但我自己会担心灰尘进入机箱的问题。侧面的钢化玻璃自带固定转轴，这个设计确实很加分。每一年都听不少别人摔破钢化玻璃的鬼故事。这里可以稍微抱怨一下，就是机箱底部为了方便打开而设计凹下去的部分，我是觉得凹槽做的不够深，或是脚垫做的不够高，要从凹槽抠开那钢化玻璃有点吃力。机箱内 I/O 的部分，我会比较希望有挡板可以折一下。我用的主板是 Micro ATX， 机箱 I/O 在走背线绕去机箱底部，要接上主板是有点困难，就是插那个 I/O 的 pin 超级难。这边如果有预留多一点点的位置会比较方便。主板托盘给的走线孔我是很满意啦，该给的都有给。主板托盘和机箱背面预留出来的空间，我自己量大概是1.3cm 左右。我用的电源线比较粗，空间有点不足，要稍微硬塞才能关上。底部的空间我是用15cm 长的电源，是装得下。我自己测量最多只能装下16cm 长的电源，中高端的电源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底部空间还有硬盘支架与电源共享一样的空间，主板托盘后面也有一个2.5英寸 SSD 或者是硬盘的支架。如果你像我一样会安装2.5英寸的硬盘，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支架本身和机箱底部都是金属材质。2.5英寸的硬盘，也就是 laptop 一般在使用的硬盘，直接安装在支架或者是机箱底部，可能会有短路的风险。因为硬盘上面的电路板是直接接触到金属，没有绝缘材质在中间，可能厂商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人用2.5英寸的硬盘。
我的状况是我自己有一颗2.5英寸的 SSD， 另外手上有多余的2.5英寸的硬盘，拿来重复利用再当资料盘，所以我的2.5英寸硬盘只能放在主板托盘后面的那个支架上面 ，SSD 就放在底部。一般2.5英寸的 SSD 多数都是塑料外壳，本身就是绝缘体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如果还想加装多一颗2.5英寸的硬盘，可能就要自己做一些绝缘的处理。多余的线材也能直接塞在硬盘支架那个部分。我是因为空间有点不足，才直接把支架拆掉，然后全部塞在那里。总结 ，TechWare Nexus Air M2 这个价钱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刚刚分享的内容就总结放在画面上，各位有需要的观众可以自己按暂停。到这边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对 TechWare Nexus Air M2 这款机箱有其他想法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喜欢这期的内容就点个赞，不喜欢也没关系，点到赞让我知道。还没订阅记得订阅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